它這個形式呢，跟我們上海的前滩太古里有一點像。南湖呢，也被稱之為江南3大名湖之一。商場裡的人氣還是不錯的。京杭大運河從它南邊緩緩流過，這裡呢幾乎沒有太多的商業味道。這個地方真的太美了，大家看。大家好，從上海坐城際列車，44分鐘之後，我就到達了一個跟上海貼臉的浙江城市嘉興。從上海最快坐高鐵的話，25分鐘就可以到達了。它是跟蘇州一個檔的。嘉興這個城市歷史文化非常的悠久，擁有7000多年的馬家浜文化。嘉興這個名字用了1700多年沒有改過，還出過茅盾、徐志摩、金庸這樣的名人，又近又有歷史，長三角獨一份。那麼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將帶你看2個嘉興，一個是南湖天地，湖邊的一片開放式街區。像上海的太古里，1921年的老绢房厂改的，紅磚煙囪配新店。另一個呢是月河，京杭大運河的千年老街，水曲抱城如月，廊棚燈籠，還有最地道的燒麥粽子。一湖一河，一今一古，一天看完。南湖天地是一片開放式的商業街區。它這個形式呢，跟我們上海的前滩太古里有一點像，不同的是這裡呢有非常深厚的歷史底蘊。它的前身呢是1921年創辦的嘉興绢房廠，也是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家绢絲廠。2019年底啟動改造，2021年6月開業，是華潤和嘉興城投一起做的。總用地21萬方，商業建築5.8萬方，裡面呢約200個品牌。一半以上的是嘉興頭一回開，老廠房改成了新商場，前後只用了1年半。你看前面的這幾棟樓房，它是一個長條形的，有點像當年的廠房，估計就是當年的廠房改成的。南湖廣場呢，就是一片開放式的街區。在這片廣場上呢，豎起了好幾棟小樓。那這個樓呢，普遍來講都不是很高，它都不會超過3層樓。樓裡面呢，就是現代商業，各式各樣的品牌入駐。大多數的樓呢，看得出來是後面新造的，因為它用的建築材料也非常的新。那麼有一部分呢，是当年的老廠房重新升級迭代更新的啊，就比如說前面的這些長得有點像倉庫似的這個房子啊。那我們呢，走到其中的一個下沉式的廣場。走到室內的部分去逛一下。我们走到室內看一下。哇，還是感覺室內的人比較多一些啊，因為現在大熱天，外面逛街呢會比較的熱。商場裡面呢，空調就開得比較足了。今天呢是一個工作日，下午的1點20分了，已經過了飯點了。不過感覺這個商場裡的人氣還是不錯的。說實在的，就是江浙一帶的城市，它的商業其實跟上海也沒有太大的差別，包括一些連鎖餐飲品牌，其實上海有的，這邊幾乎也都有啊。這是地下1層。全部都是吃飯的。古田稻香，這是一個連鎖品牌，上海也有啊。過了飯點，店裡的食客依然還是有一些的。這個第1層還是蠻熱鬧的。入駐的品牌也特別多。這邊我就走到了這棟樓的一個中庭了，看到有一個電車品牌在打廣告。前面這個茶飲品牌也是非常知名的連鎖品牌了。正中心呢是盒馬在做一個快閃活動。那它每一棟樓其實都不會太高，這一棟呢其實總高也就2層樓的樣子。南湖天地一路往裡走呢，你將會看到嘉興的南湖。
南湖呢也被稱之為江南三大名湖之一，不過它的存在感可能會低一些。大家更加熟知的呢是杭州的西湖，還有南京的玄武湖。此刻你看這個南湖上遊船特別多啊，這是一個旅行的付費項目。哎，這兩艘船好像還有點不一樣，這一艘比較的慢，那個黃色屋頂的好像快一些。那邊是一個遊船碼頭。距離南湖天地大概3公里處就是月河歷史街區，京杭大運河從它南邊緩緩流過。這條運河隋唐時期就貫通了，是中國古代的高速公路。南來北往的船都在嘉興靠岸。月河的名字就是因為運河在這裡水曲抱成，彎彎如月，長得像一彎月亮。這裡的歷史往少裡說也是1000多年。唐朝的時候嘉興築城，宋朝的時候月河一帶就是嘉興最熱鬧的市井。到了明清達到全盛，一河一街，100米長的臨水廊棚就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格局。2008年這裡修舊如舊，重新開街。月湖現在是一個5A 級的景區，而且是免費的。這裡呢幾乎沒有太多的商業味道。上海也有很多古鎮，但是上海的古鎮實在是太熱鬧了，商業氛圍太濃了。每到節假日呢，甚至要人擠人，反而呢把原來古鎮的味道全部蓋住了。月河就不一樣，它非常的安靜，安靜到我都能聽到水聲。哇，這個地方真的太美了！大家看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八角亭、馬頭牆、青磚黛瓦。總之，你腦袋裡想到的關於江南水鄉的元素，這裡一樣都不少。小河上還來了一艘小船。這裡呢是一個月河歷史街區的導覽圖，可以看到它這邊的內容其實還是挺豐富的，還有花鳥市場，還有個粽子文化博物館，當然少不了一個遊船碼頭。我在月河歷史街區這一帶逛的時候呢，我就發現這邊遊客真的是蠻少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是一個工作日，周4的下午啊，可能節假日人會多一些。但是人少有人少的好處，你是能夠真正的靜下心來，可以逛一逛這種江南水鄉的韻味。好的，那麼我們今天逛嘉興的南湖天地，還有月湖歷史文化街區呢，就逛到這兒了。感謝您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那我們就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